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。这个春天，我感受到了用收纳箱种菜的好处。我把它们放在了远离菜地和草地的位置，就再也不用担心蜗牛啃食菜叶了，这可解决了大问题。就直接用买来的种蔬菜的土，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足够了。第一批菜，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加任何肥料。用过的土，我们还可以用到花园里和菜园里，也不浪费。我每次买的土品牌都不一样，这次买了2种。这种有机的蔬菜土，打开之后才发现它的颗粒比较粗，有一些大块的树枝树皮。移苗种植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是直接撒种子种，那这些树枝就会阻碍一些小粒种子的发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决定在上面再加一层适合种子发芽的颗粒较细的土。土平整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种了。我先把剩下来的生菜种子先用掉，像这些不是特别新鲜的种子不适合直接撒在地里，不但发芽率低，而且还会被虫咬。一把种子撒下去，到最后没有几棵菜苗能够长大。在收纳箱里我们用的是新土，又基本上没有虫害，这样才能保证旧的种子最大的发芽率。我们从店里买来的种植土，透气透水性非常好，但是粘性不够。种子种好之后，最好用手轻轻地在土的表面压一下，这样在浇水的时候就不容易把种子冲出来。这次我一共买了4个收纳箱，收纳箱的尺寸呢，我选择了15公分高的，一般的绿叶菜都够了，太深装的土太多太重。买收纳箱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后面的这个可回收标志尽量选5，它可以耐100度以上的高温，可以反复使用，比较安全。如果数字是1，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容器来种菜，它不耐高温，也不适合反复使用，当然也不适合长期在太阳下暴晒，不能晒，用来种菜就不太合适了。为了做到零虫害，我们再给收纳箱做一个简易的防虫网，就用家里现成的材料，铁丝、塑料网格和防虫网。塑料网格就是菜园里用剩下的，虽然尺寸小了点，种矮一点的生菜、青菜应该够了。今天我要做2个不同高度的防虫网，这样不同高度的蔬菜都可以用。根据收纳箱的大小，我们把塑料网格裁到我们想要的尺寸，然后剪2段铁丝，铁丝的长度比塑料网格稍微长一些，这是为了可以把铁丝插到土里固定网格。塑料网格有一点软，不容易定型，用铁丝固定一下就牢固多了。如果您的防虫网面积比较大，也可以多用几根铁丝。然后我把铁丝穿在塑料网格的2端，这样穿进去要比直接用绳子固定牢固得多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非常简单。再调整一下形状就完成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。先把2端的铁丝插到土里，把网格固定住。然后把防虫网裁成合适的大小铺在上面。防虫网和塑料网格之间不需要固定，用夹子把防虫网简单的固定在收纳箱上就可以了。这样既方便打开观察菜苗，又方便浇水。等到天气再热一些，有一些蔬菜需要遮阳，我们还可以把防虫网换成遮阳网，非常方便。这样防虫、防鸟、遮阳的问题就一次性的全部解决了。甚至到了冬天，我们还可以把防虫网换成塑料布，那么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小暖棚，还能保温。这样一年四季，无论您有没有种植经验，应该都能种出漂亮新鲜的蔬菜了吧？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了，非常适合小面积家庭种植。再用同样的方法做一个高一点的，不同品种的蔬菜都可以用了。
这个方法很可行，还是很牢固的。浇水的时候可以把防虫网打开，也可以直接浇。建议大家在种子没有发芽之前呢，可以隔着防虫网浇，为的是不让水把种子冲出来，更有利于种子的发芽。几天后，先播种的种子都已经发芽了，防虫网的表现非常给力。这个没有罩起来的是水萝卜，水萝卜不容易生虫，如果长着长着有需要，我们再做一个也很方便。最主要我把2种青菜罩了起来。青菜容易生菜青虫、浅叶虫和白粉蝶，所以要重点保护。用了这个方法，种起菜来就省心多了。没有菜园的朋友也可以试着种起来，2-3个月后就能有第一批收获。到时候我也会继续分享我这几盆蔬菜的生长情况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